可是呢，我们不管反正我们10月10号2027年的10月10号，我们那个雷峰塔它还是一样要放烟火它那个不管它是放101秒还是放180秒那不要紧如果各位同学如果你在那边看烟火的话，没有，万一那个烟火呢超过了360秒之后还继续再放，有没有？还继续再炸，有没有？我跟你讲要小心的赶快跑因为接下来那个可能不是烟火了101的烟火炸完之后，没有，接下来可能就是防空火炮在炸了那个就不要看了就赶快跑了因为那个接下来就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了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紧照这个当过兵的就知道了武器出其不有藏在身上的就不叫武器了没有看到的那个才恐怖所以台湾对这种独生子最喜欢看什么？搞什么恳亲会啦什么面见会啦什么了解营区啦现在刚好又征兵不易募兵也不易有没有？又开放营区啦，所以刚好那个 MG4 电动车有没有？营区绕不够，没有恳亲会要塞里面来对了进去拍个够对不对每个营区都缺兵嘛，我们不是说要建议大家去犯法偶尔练习一下不只是3贴可能有时候你家2个小孩，你可能要练习4贴你要生3个你可能5贴如果男女朋友2个人要报警处理就是练习骑这台车载一些战斗物资3天这个3天你能够撑过3天之后，没有，到底是要投降还是要从军呢？还是援军会到大概就已经明显了反正就是中国化整为零的来的这些车有没有？你一边在自动驾驶，它也是一边在记录它利用你的车机车大家现在都喜欢用车联网嘛，对不对？你一边在录一边在充电的时候一边在联网一边在看抖音的时候，你自动驾驶它也是在自动传自动下载自动传自动下载了。有时候呢我们买东西有没有不要省那个钱你能够买安全的东西买那个没有疑虑的东西有没有？万一遇到2027年10月10号这个 D-Day 的时候有没有？你骑一台这种没有联网的功能纯粹假以为什么都不会，就是只会吃汽油发动吹了这种车子你要逃难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这台车呢当然不能等到2027年10月10号再买了，你可能2025年就要开始买了熟悉它去驾驭它开始去找一些自己觉得神秘的地方。你离家不要太远30分钟就好了，你不会找那个还要骑3个小时你骑3个小时，你多在道路上曝光10分钟你就有多10分钟的风险不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最近呢都在流行一个数字叫20272027这个数字呢为什么这么热门因为2027年呢是一个呢你想逃也逃不了你想闪呢也闪不了就像最近呢大家都忙着在写切结书切结书这个东西呢你想闪也闪不了你想躲也躲不了因为切结书写完之后没有就要投票了所以呢你不去写切结书呢你也是会收到投票通知单你写的切结书呢你还是要去拿到投票通知单当然要怎么投票这个就是民主国家的规范你有了投票的机制呢你才能够选到你想要的未来像这个2027年一样2027年呢它还是会来2027年的10月10号呢它还是会有国庆日我们这边10月10号是国庆日台湾的国庆日2027年10月1号呢是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呢如果10月1号它这一天呢它举行了火力展示越军海军航空母舰空军呢无人机炮弹还有那个什么歼27还是歼20反正这是火力展示就对了他那边10月1号火力展示呢他那边阅兵呢到底是越歼的还是越甲的还是在超演可是呢我们不管反正我们10月10号2027年的10月10号我们那个雷峰塔我们那个101大楼呢它还是一样要放烟火它那个不管它是放101秒还是放180秒还是它360度它放360秒那都不要紧它放完烟火之后如果各位同学如果你在那边看烟火的话没有万一那个烟火呢
超过了360秒之后，还继续再放有没有？还继续再炸有没有？安尼我跟你讲吼，要小心的吼，赶快跑吼，因为接下来吼，那个可能不是烟火了吼，就像迪赛克讲吼，101的烟火炸完之后有没有？接下来可能就是防空火炮在炸了哈，那个就不要看了哈，就赶快跑了哈，因为那个接下来哈，就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了，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哈，紧照哈。所以说呢，第三周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要跟大家聊说哈，万一呢，2027年的10月10号有没有，你的烟火变成炮火哈，你的天女散花呢，变成雷霆战舰的哈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你到底呢？要骑什么车出门？你要开车吗？对不对？你要开油车，对不对？还是开特斯拉的电动车？如果你觉得说开车出去跟塞在路上有没有被炸到跟被封锁是一样的结果你比较聪明你就骑摩托车这个时候你要骑摩托车出门的话有没有？你是要骑 Gogoro 那种电动车呢，还是要骑油车呢？迪赛哥建议有时候为什么说最近我在露营因为就是要让自己呢回到以前10-20年前那种当兵。我问你各位大家各位男性同胞你有当过兵就知道了，你当兵出去下基地有没有在野外操演有没有还在跟你什么行动电源吗还在跟你说电磁炉要怎么煮东西有没有还在跟你说什么有没有那个什么手机联网什么上网看新闻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电什么都没有，没有网路就是给你一些最原始的东西有没有？给你水给你锅子加热罐头，加热那个调理包还是吃调理包吃口粮有没有所以迪赛哥这边呢有列出说，如果你真的烟火看到变成炮火的时候没有，对不对？看热闹变成在闪炮弹的时候没有，你要骑出去的那个你的车呢，我是建议骑燃油车啦为什么骑燃油车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为什么不能用电动的电动车为什么有问题电动摩托车为什么会有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燃油车要哪一种，要怎么骑呢？这六大要项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我们下一集我们再讲这个车的部分我们先把这个架构这个趋势先讲出来最近呢，去年呢还是2年前呢，中华汽车呢引进了那个 MG 这个品牌MG 这个品牌呢修个大碗大家趋之若鹜能够买 MG 的这个油车MG 这个油车呢它就是给你大满配有没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你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说不要跟大家买一样的颜色到时候车子太多有没有？去停车场可能找不到你的车有没有所以车牌要选那个 TD 选那个比较特别的MG 这个电动车呢大卖之后有没有？中国那边被发现说中华汽车组进来车呢变成好像在洗产地他把中国大陆那边的零件呢化整为零车呢买零件进来台湾再组装所以它 95% 呢甚至 90% 呢可能都是大陆进来的零件只是来这边呢拿 AI 链机拿 AI 供在孔贝上组一组就出来一台 MG Made in Taiwan 其实车子是 Made in Taiwan 的，零件它是 Made in China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变成说就存在某部分的产地质疑可是呢这个 MG 的那个油车有没有进来之后有没有中华汽车呢食髓知味有没有呢成本较低我成本低售价低销售高利润也高有没有？让这个中华汽车股价涨翻天涨到100多块然后它的获利也满满本来生产线快要那个Mitsubishi那个 Lancer 也收起来了一大堆车子都收起来了产线快要长蜘蛛丝了有没有？刚好 MG 衔接上有没有？让这个产线活化然后它都是各取所需的对吧？中华汽车也不会没事在那边养蚊子MG 它刚好它也想要进来台湾市场当然它有没有什么目的性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当 MG 这个油车呢 MG HS 这个油车销售大好之后有没有？接下来呢 MG4 这个电动车呢它就借这个趋势有没有？因为品牌建立起来了，销售建立起来了，然后它通路经销商维修点它就建立起来了，这环岛的这个点线面它建立起来之后没有？这个 MG4 这个电动车它就要进来了
啊。当然这个 NG4 这个纯电的电动车呢，它进来之后有没有就会影响到它这个电动车它的软体它这个韧体呢，因为电动车它的操作呢，跟电动车它的整个行驶呢，它的能源管理电力管理充电放电呢，它就是靠这个软体靠这个充电站呢。所以说呢 ，MG-HS 这个油车销售好之后没有，2年后呢 ，MG4 呢，它这个电动车就要进来了。电动车一进来之后没有，当然不是说有些人是廖北去爬他的粪去给他告状但是因为这个电动车进来之后没有，当然这个东西中华汽车是不可能有能力去开发这个 MG4 这个油车这个电动车呢，所以它一定也是跟 MG-HS 一样也是在那边化整为零整台车的零件进来这边，然后在台湾组装当然后来呢被揭发之后没有，就变成政府呢经济部又赶快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说呢要有 15% 到 30% 的这个自制率分阶段执行的，而且呢即刻实施没有缓冲期害得呢中华汽车这个 MG4 呢什么丢椅卖没有几台呢赶快收起来呢。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凸显了说，刚刚我跟你讲的2027年这个国庆日呢，你到底是要看烟火还是要躲炮火你是要看热闹还是要去逃难所以说为什么说那一天呢我们要赶快骑油车出门就是说要脱离这个电动车的管制一般呢 MG4 有没有，它这个电动车进了台湾有没有，它就是呢利用它假如是像我们所讲的说它就是当初对面10月1号国庆日它的反攻号角呢，就是利用 MG4 这个电动车，它进了台湾销售之后有没有利用这个电动车在台湾这样绕对图资呢，然后它的那个数据呢，甚至说它在开车有没有，它车卖来台湾，你怎么知道它里面开车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讲北京话的人呢，对不对？你怎样知道呢？那开车是啥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呢就必须呢，他这个车就是不让他卖嘛，对。那么他卖了之后有没有？他就是开这个车有没有？他也不去逛夜市，对不对？他也不去早市，对不对？他也不去百货公司，他也不去101，他专门就开去营区门口这样绕，对不对？然后他甚至呢，他的杆子呢还可以，对不对？他车子进来之后有没有？标配是那几个镜头了，你怎么知道说他来台湾之后他不会从那个一个神秘的地方再带一些 NG4 的专属的那些他进来台湾可能解析度不够嘛，可是后来有心人士就要改装之后没有，哇，装一大堆奇奇怪怪，而且台湾营区很奇怪对不对？大家去当兵每个那个役男不是役男那个服役的男生对不对都妈宝或者说这个都是乖宝宝都是独生子秀苗苗，对不对所以台湾对这种独生子最喜欢看什么？搞什么恳亲会啦什么面见会啦是什么了解营区啦现在刚好又征兵不易募兵也不易有没有？又开放营区啦，所以说刚好那个 MG4 电动车有没有？营区绕不够没有？恳亲会要塞里面来对了进去拍个够对不对每个营区都缺兵嘛每个营区都有那个娃娃兵每个营区都有妈宝刚好就是借恳亲会有没有？进去里面拍个够没有？他车子停在那边，电动车停在那边，他也不用发动所以他有没有在拍你也不知道对不对？说不定他从开进去的那一天有没有？开进去的那一个时刻有没有？说明他轮胎也有镜头对不对？大灯里面也有镜头，后视镜也有镜头，把库尼亚镜头，那次那个什么那个现在没有进气闸门了，他前面那个下导流有没有？反正全车可能将近多人快300个镜头对不对？就一次拍个够嘛。所以说呢，这个电动车一进来有没有？就不能把台湾的图资营区，就是你的路线道路宽还是窄有没有？你能够停飞机它也可以停飞机这个地方宽广刚好空降可以这个地方刚好伞兵可以降落这个海边对不对最近又流行车速大家都一直在推电动车车速最好了，夏天吹暖气冬天吹暖气夏天穿冷气都不用带那个行动电源要靠那个电动车的大电池有没有？让你冷气吹到饱暖气吹到超回搭所以说呢，他海边去看抢山的地方也录起来恳亲会去录营区也录起来怎么道路跟你录起来没有？这个东西全部收集之后没有？
经由充电站啊，充电站为什么要联网？当然要联网啊，不联网他们知道这个充电站它的功能到哪里，对吧？啊，哪里还有充电站啊，哪里没有充电站，哪里还有充电桩，哪里没有充电桩，就是靠网路嘛。啊，你一联网之后有没有？这联网都要细哈。啊，你联网有没有？刚好连到抖音去啊？嘿嘿，台湾人就是没事就是什么，就是喜欢上抖音嘛，对不对？哦，前阵子那个什么大陆姑娘又被遣送回去呢，就是靠抖音嘛，对不对？靠那个这样子去回传它的讯息嘛。所以这个 NG4 你去充电的时候有没有？你觉得你是插充电桩，插那个充电的接头插下去，你们知道你插下去充的是电还是上传资讯？你满不知啊，对不对？反正你就是插下去，它就是联网嘛。啊，联网就去监测说你可能就去吃东西去麦当劳去那里吃东西了你就不管那台车，就给它慢慢充嘛。它在慢慢充的同时，它知道你没有在里面了，它就启动它的作战模式了开始电脑的给你里面的图资什么呢？它就开始上传了你回来之后就哇，电充饱饱棒车子便宜，充电又便宜你就很开心很开心。2027年的时候，到时候你就可能要骑摩托车出去了。为什么？你车子开出去有没有？你可能就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这个 MG4 呢，它一开始呢，它可能进来的时候呢，它是一台电动车啦。可是它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有没有？你知道台湾唯一的电动摩托车比较有销售能力的就是 Gogoro ，Gogoro 它的充电站它是靠什么？它也是靠台电的电，然后它再去交换电变成充电电池让你的 Gogoro 能跑。这个 MG4 呢，它当然不是用电池，但是它还是要充电嘛。一样的网路有没有？我这个 MG4 我在我这个地方充电完成我接受到指令之后有没有？我进来之后有没有？我本来是一台正常的 MG4， 可能我开了1个月之后有没有？那些图资那些上传，它上传图资可能要下载它的更新程式，上传图资可能要下载它的更新程式，到时候这台车就不是一般的 MG4 了，它可能就是一台外挂程式它专门有骇客程式的 MG4 有没有？这个有骇客程式有破坏能力的 MG4 有没有？它可能就故意开去 Gogoro 那边有没有？在那边停在那边你怎么知道停在那边？它是在那边喝水喝茶，还是在那边破解 Gogoro？可能他开去那边有没有？开去一个 Gogoro 站把 Gogoro 有没有？先让它骇客骇进去有没有？骇进去你有没有？就因为电池这个东西锂电池还是锂铁电池他们这个是属于有记忆性有程式更改功能的就是它能够侦测电池的寿命，然后去甚至有时候电池 no go 有没有 NG 之后有没有？它还可以用软体去把第二个电池活化还原。所以说这个充电站的电池，比如说它是30颗还是60颗，它一开始用都正常在用有没有？可能这个 MG4 的电动车开到那边停了之后有没有？开始去利用它中间，大家都知道这种一个独立站呢，或是一个充电站，就像我们 ATM 一样，每天都会1个小时有没有？它就是系统会停止它就是会归零，重新开机，然后再去修改它的 bug 然后去调整它里面有错误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顺便就是上传跟下载一些更新软体。Gogoro 这个充电站呢，它一定也有这个功能。你只要是有联网的充电站，或是就是户外独立的一些运作的一些，不管你是 ATM 甚至于那个贩卖机还是说这个 Gogoro 的充电站还是特斯拉的充电站，它一天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或许是10分钟，或许是1小时，或者是30分钟，它一定会有停机再重开，然后让里面的 reset 一下，然后上传下载，就是在那个短时间内一并做完。这个 MG4 的电动车呢，如果它开到那个 Gogoro 的充电站，它知道说这个从它进去，它经过之后，它就开始在抓资料了嘛，对不对？抓资料之后，它就知道，这个充电站每天会设定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它会 reset 重开机的，它就利用那个 reset 重开机那个 moment 有没有？骇客程式就跟你骇进去之后有没有？它就开始在里面北部乱搞它就带你这个电池有没有？在2027年的10月10号这个 D-Day 有没有？他就这样说，这个时候我这个电池呢，他就跟你干扰，跟你设定他怎么设定呢？他可能就是让你这个电池呢，在那一天呢会出 trouble， 对不对？可能那一天电池全部都挂掉，哇！你骑电动车出去骑 Gogoro， 在那个10月10号，2027年10月10号晚上10点10分的时候，有没有通通停摆怎么停底下你在这个时候。上面那个烟火打完变炮火，你已经紧张的要死要骑车出去有没有？就
发现呢汽车塞在那边，然后电动车也停在那边，啊你骑 Gogoro 呢，骑到那个时候，紧走，走到一半，哇，没行啊，没叮当啊，因为这个时候它设定的那个电池的低 day 就让你挂点了啊，所以你有看满格要怎样，3格、5格、10格，不给力就是不给力嘛，对不对？电池挂掉就是挂掉了，就像现在很多那个 Gogoro 电动车的电池一样啊，满格是满格，对不对？可能骑了30分钟之后就剩下1格而已啊，它可能不用30分钟，它就是那个外挂程式，可能就是让你那个显示那个电池是假的，不管是假性充电，还是让你电池因为电池然后去干扰你 Gogoro 的整个运作的那些韧体都不管它，反正它就是有办法，就是对岸的软实力超乎你的想象啊，它的硬实力是靠一些经济规范、经济限缩就像这个辉达一样，经济限缩去限缩它的硬实力，但是软实力这种东西像 ChatGPT 一样你见过那个 AI 那么多钱对不对啊？那个人家那个中国发展出来的对不对？几百万美金就搞定了啊！你这个都投资到上亿的对不对？所以说它的软实力呢，你不用去怀疑它的硬实力只能应用硬体的限缩，让它硬实力不要发展那么样的快速所以说呢，它这个 Gogoro 呢，这个东西呢，它会怎么样搞你呢？我们就举例一下比如说呢，你在车机联网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呢最喜欢在 MG4 还是说 MGHS 有 MG4 电车呢，或是 MGHS 这个油车呢？大家最喜欢上什么？就是一边开车嘛，一边看抖音嘛，对不对？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行车记录器，前后左右行车记录在录图资，对不对？啊，你看抖音刚好抖音联网，它会把它传出去，你拉录的拉传，你看得很开心，它也接收图资就得开心。然后你在车上的镜头有没有？你车上的镜头在录有没有？我们最喜欢干什么？开导航嘛，对不对？开导航有没有？你开导航，一般我们如果去陌生的地方你要相信你老婆，还是相信你女朋友，还是要相信导航？当然是相信导航嘛，你都没来过，对不对？大家人生地不熟，就是相信导航嘛。导航它真的会带你去正确的地方吗？它就是用 AI 的指令有没有？带你去，本来说直线能够到达这个你要去的目的地，他要故意绕去营区故意绕去一些空地你说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哇，怎么有山有海，怎么这个 AI 都带我去看那个漂亮的地方你觉得那个地方很漂亮，在军方的眼中这个就是一个抢滩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空降的地方这个就是我空降之后有没有要那个兵力要躲起来，甚至说我空降物资、空降炮弹，甚至空降枪支有没有？我要抢的地方有没有？我跟你讲 ，D-Day 那一天有没有？你觉得对方一定会傻傻的从空中降下来，从海面上抢滩吗？不一定呢，对不对？他可能就利用在里面这些卧底的，还是在这里面这一些，我们不要说什么哪一国人他可能偷偷都已经开始藏一些东西在里面了，有没有？D-Day 那天一到有没有偷看对不对？山洞拖出来的，甚至家里拿出来的甚至说你家浴缸翻过来的，可能你们都是有一些可以战斗的东西，对不对？不管是储粮还是武器甚至一些不用联网的一些单兵作战的东西这个当过兵的就知道了武器出其不有藏在身上的就不叫武器了没有看到的那个才恐怖另外呢，刚刚就讲到说Gogoro 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有没有？它能够怎么搞呢？它可以搞你的电池，对不对？它可以让你，比如说这个电池里面可能这个地方刚好有100个 Gogoro 的电池，有没有？它50个呢，给你设定油门呢，电门呢，一直放有没有？停不下来。另外50个呢，可以设定这个电门呢，只能就是 stop 停下来之后有没有？就没办法再送电了对啊，50台会充50台没充，对不对？50台一直充50台怎么充都不充50跟50这样子不是会什么？会平衡吗？不是就撞在一起了。前面那台不能跑我一直跑前面那台一直跑我不能跑就一台装一台，一台装一台，一台装一台汽车都已经卡在那边完全不能动了摩托车呢又一台装一台，一台装一台我讲这个就是认知作战，就是心理作战我兵力还没有空降，还没有抢单，有没有？我先让你在岛上的这些一切有没有？汽车不能动摩托车撞在一起，对，一台 Gogoro撞另外一台 Gogoro后面那台油车呢动没掉嘛，撞上去嘛整个路上有没有？所以说呢，
中共的认知作战就是说什么人没到哈，岛先乱哈岛先乱了没有我再来救援哈。他不一定是用那个什么，不一定是用我来解放你们，我来拯救你们。你车拢歹呀吼，你电动车拢歹呀，对吧？电动摩托车都撞在一起哈，油车又刚好前面都乱了哈，油车刚好撞在岛那一团乱嘛跟刚刚讲过了嘛，对不对？对岸最强的就是软实力嘛刚好就是我来帮你维修哈，所以我派我的解放军派我的公安有没有来那边帮你解救你们内部的问题都免钱都免费的对不对你缺粮缺饼干我还可以带来给你对不对？看你要魔力爽啦还是要什么那个泡面还是螺丝面都在哪里吃免钱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很恐怖另外呢你开这个电动车呢，或者说你开这个电动摩托车呢我不一定说是春风对不对？反正就是中国化整为零的来的这些车有没有？你一边在自动驾驶，它也是一边在记录它利用你的车机车大家现在都喜欢用车联网嘛，对不对？你一边在录一边在充电的时候一边在联网一边在看抖音的时候，你自动驾驶它也是在自动传自动下载自动传自动下载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所以说为什么说有时候呢我们买东西有没有不要省那个钱你能够买安全的东西买那个没有疑虑的东西有没有？万一遇到2027年10月10号这个 D-Day 的时候有没有？你骑一台这种没有联网的功能纯粹假以为什么都不会，就是只会吃汽油发动吹了这种车子你要逃难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所以说迪开哥今天呢讲这个比较深思熟虑的问题2027年的10月10号呢，你到底是要骑什么车出门呢？这台车呢，当然不能等到2027年10月10号再买了，你可能2025年就要开始买了熟悉它去驾驭它开始去找一些自己觉得神秘的地方。你离家不要太远30分钟就好了，你不会找那个还要骑3个小时你骑3个小时，你多在道路上曝光10分钟你就有多10分钟的风险不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前面路况很多有没有？搞你讲一台动没掉，一台动没掉撞在一起，你可能就是第3台撞上去了所以说呢2025年呢你就开始要买这种安全的车有没有开始呢我们不是说要建议大家去犯法偶尔练习一下不只是3贴可能有时候你家2个小孩你可能要练习4贴你要生3个你可能5贴如果做男女朋友2个人要报警处理就是练习呢骑这台车载一些战斗物资有没有？去你喜欢的地方开始呢去练习一下3天这个3天你能够撑过3天之后没有？到底是要投降还是要从军呢？还是援军会到大概就已经明显了谢谢。